我们还有北斗，结果感到了一丝不祥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很快北斗也没信号了。虽然北斗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但是居然在波斯湾全面致盲了。我今天跟大家科普的一个消息就是真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国内新闻报道是说被伊朗封锁了，他妈扯他妈蛋！伊朗拿什么封锁呀？伊朗海军被扬了，不知道吗？伊朗的无人机和伊朗反击的导弹，今天发出去的数量已经是昨天的30%了，昨天发出去的数量是前天的30%，也就是迅速枯竭中就是我说的，多伦多这边伊朗人都高兴坏了，伊朗人也高兴坏了，外网都是伊朗人在那看热闹，伊朗人在自己家楼顶阳台上载歌载舞，看着美国飞机导弹咵打下来，洋附近一个政府或者附近一个弹药库在这笑，笑，我操！我跟你们讲，那状态就根本不是敌国的人，根本不是本国人民，那这状态就是敌国人民，我操，那解气啊！所以真的不是你们在国内看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一下国内新闻，那这就是感觉新华社记者又戴着个头盔在那装逼呢我现在在德黑兰街头，我身边都是愤怒的伊朗群众去你妈的！你不要骗人了，你们他妈造孽的玩意儿！我他妈小时候就是被你们在伊拉克街头骗了的，带了你妈一个钢盔在那说我现在在伊拉克巴格达街头，人民群众这高呼反美口号，去你妈，全是带路党，全他妈是带路党。那么美国坦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老子那时候上学被他们骗了，我操！他们现在同样的战术同样的一定要带个你妈钢盔，他妈傻逼新华社的带个钢盔，穿个假式，穿个防弹背心一样的我在德黑兰街头你去那个撒谎，我操，你不要脸，你全家遭报应，你撒谎真正的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不是伊朗的海军，也不是伊朗的导弹，伊朗的导弹现在不敢开机，就像我前天直播一样，开机就是最后一次。倒是不用瞄准，因为瞄准玩意儿已经装定好了。然后呢，打开赶紧按钮，赶紧跑。为什么？就给你3-5分钟的时间。满天都是美国飞机、美国卫星，一旦侦测到你的雷达信号，一旦侦测到你发射导弹的红外轨迹，2-3分钟、3-4分钟之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反击的导弹或者打击武器就会从天而降就是你最后一次呼吸新鲜空气了。所以伊朗的这些东西呢，就越打越少你就不要幻想伊朗打赢了，什么泥潭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一旦进入地面战。我没看中过报道，我问你，他们是不是这么说的？一旦陷入地面战美军就将进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不是？泥潭是不是？伊拉克他们说的一样卡扎菲他们也说的一样没有一次南联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我都是亲自被骗的，我是傻逼的。当时我跟你们讲就是当年我们都是傻逼，没有一次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一次陷入泥潭，每一次人民都是带路党。我跟你说，他今天打中南海也一样你别不爱听，今天美国去打中南海，中国人民都他妈是带路党，什么鸡巴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你还当那个年代，你还当他妈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呢？中国人民傻，改革开放20年，中国人民惊急了，我去，嘿他妈的人民战争大海，你以为伊朗人民是傻逼吗？所以呢，真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是他妈保险公司，根本不是军队这就是我给大家上一课，为什么封锁这个海峡的现代战争现在是保险公司而不是军队，既不是美军也不是以色列更不是伊朗是保险公司这怎么实现的我给你们报道，我给你们念一个报道特有意思是现场报道，就此时此刻有不下30艘的中国的油轮就是装石油的，从伊朗运石油的 LNG、LPG 就是液化气轮，困在霍尔木斯海峡，困在波斯湾里边出不来为什么呢？让我们听一听一线的发消息的人是几个目前正在把船停在波斯湾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开出去的中国人，他们在自己的微信群里边用粗鲁直接骂娘的语言描述着一个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电台官方声明完全不同的现实我操，你看真相真的跟中电台说的不一样战争在新闻里无非是地图上的箭头，是具体的伤亡数字和外交辞令，但在这里它是另一件事儿，一台突然失灵的导航仪，一份突然失效的保险单和一句我操管啥经济损失，老子小命最重要。本报在完整保护当事人身份的前提下独家披露这批内部通讯，并结合公开数据还原2月28日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最初72小时的真实状态，知道吧？我就有游艇，我告诉你们，打保单比天还重要，那跟开汽车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汽车没上保险你开出上路去你还能赌一下，
这个船或者飞机不上保险，你是压根儿不能开出去的。现在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宣布，这个保单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立刻失效。你说老王，那他们不是耍流氓吗？不好意思啊，我操，他们就是耍流氓，保险公司就是耍流氓，你一点没办法啊。3月3日下午，李先生啊，就开战之前正在处理手头的船务，他管着几艘挂5星红旗的中国的私人企业的航运企业的货轮啊，其中正在波斯湾运行。现在我们的船在波斯湾里，前面啊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开着开着，忽然 GPS 没信号了。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用 GPS 导航，忽然没信号了，这也不在意外之中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知道美国要打伊朗，于是我们迅速切回了北斗。我们还有北斗，结果感到了一丝不祥的紧张。为什么？因为很快北斗也没信号了。你多新鲜，你们都是什么文科男吗？还他妈开船呢？干扰得了 GPS 就能干扰得了北斗，反过来也一样，中国也能干扰北斗，也能干扰 GPS， 干扰它并不难啊。所以虽然北斗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但是居然在波斯湾全面致盲了。现在每艘船都变成了双盲啊，既没有 GPS 信号，也没有北斗信号啊，也就意味着没有办法开船了。同时 AIS 就是国际航运组织的船只信标位置信号也没了。AIS 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艘船都有个 AIS 信号，叫船只自动识别应答系统。飞机和船是一样的，你这个船只要在动，你这船的位置不停的在广播，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你看见我，所以不会发生碰撞，是全球海运安全管理的基础的法律。让船只之间和船只和港口调度之间彼此了解自己的航行状态、位置和速度，相当于海上超级指挥中心。所以这个 AIS 一旦失效，你在海上这个船就等于是无人识别的隐形船，不止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别人也不知道在哪儿，所以这时候必须立刻就近抛锚停船。那么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完全印证了我们这个所谓理性的船长的说法。3月1日，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数量较1周前同比下降了 81%。当天只有一艘油轮装有原油的油轮顺利闯关通过了海峡，剩下的全都没有，都困在了里边。那数据追踪显示，至少已经有46艘万吨级以上的油轮停止向外发送 AIS 信号，他们从地图上消失了。而李先生的船，就是我们中国民企的船，也在其中。群里立刻发生了恐慌啊！我们的中国船员们就问：没信号？那微信群怎么还有信号啊？解释：微信群现在还有星链卫星，打电话也可以用一星和海事卫星海卫通啊，海卫通没断，一星没断，星链没断，在波斯湾上空。也就是说，海卫通、SpaceX 这些商业卫星通信目前还能保持基本服务，但是导航没有了。那么这批聊天记录露出来的这批微信聊天记录，正是通过 SpaceX 的星链传出来的。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彻底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呢？不是伊朗啊，是保险啊。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开战之后，挪威最大的保险公司，世界最大的挪威的保险公司叫 Skard， 英国的 North Standard， 北部标准伦敦 P&I Club，以及美国的 American Club 这些大的商用船只保险公司同时宣布撤销在波斯湾地区的所有的保单，战争险不再生效啊！不是说你已经买了，他说你买了没有用啊！3月5日午夜开始，所有的战争险我不保了，就没办法，我就耍你了，就基本这样。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公司啊，这家保险公司覆盖了全球90%以上的远洋货轮的远洋商船的保险。意味着什么？没有保险了，没有战争险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船只都不敢擅自航行，不敢进出港。你哪怕是私人的，你说我是船东，这船是我大老王的，我去你妈，我身家性命都在这船上，弟兄们我跟拼了，我就走，没戏啊！现在的航运，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航运组织，你失去了这个保险，没人会配合你，你的船长、你的船员可以拒绝你。所以虽然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那吹牛逼说海峡已经被我们封锁，任何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勇敢的伊朗海军击沉事实是他们确实击沉了一艘是他们自己的伊朗货轮，就是他们打了一艘伊朗的货轮，就是我也没听错伊朗也有伊朗籍的货轮在里边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封锁了以后把自己的货轮打沉了一艘，剩下的没有任何跟伊朗有关系，因为他们被消灭了。真正让海峡真的实现了封锁的恰恰是保险公司，因为船只还是那句话，没了保险不敢动。现在截止到今天我给大家做节目的此时此刻，滞留在霍尔木兹的海峡的货轮已经超过了150艘。
其中有原油油轮、液化气船和集装箱货轮。那被困的光4000标箱以上的大型集装箱船已经高达17艘。那么合计困住了156000标箱的集装箱。那么小型集装箱船，就是没有到4000标箱以上的小船50艘。从航运地图上目前能看到，波斯湾凝结了大量的滞留的抛锚的船只。为什么他们不敢动？因为这里边有大量的叫液化气运输船，大家知道吧？它在海上运 LPG、LNG 啊，就是咱们点火，包括烧的那个液化气，就是那些东西啊，发电啊。现在比如说台湾就用 LPG、LNG 发电，美国的计算中心也用这个东西发电，当然中国也用啊，大量的中国进口。中国的 LPG、LNG 是从伊朗波斯湾买，占中国进口量的大部分。现在不敢动，尤其是成品油，成品油就是炼好了的油，汽油。为什么？因为原油不怕，大不了泄漏了。成品油 LPG、LNG， 尤其是 LPG 和 LNG 就是液化气啊，就是核弹级的。它一旦被击中，哪怕是一个小型的炮弹把它击中了，一辆满载的现代化的大型 LNG 船啊，或者 LPG 船，它可以产生瞬间的破坏力，摧毁方圆数公里的一切建筑物。也就是说，所有船上和附近船只上的人全会死掉。我想这就不用我多跟大家解释吧，大家从小到大都经历过煤气罐爆炸的惨状吧？你哪一个城市没有经历过谁家煤气罐爆炸呀？一个小小的煤气罐都能把一家人给炸没了，你何况是一船啊！我操！所以没有人敢动这样的东西，这些船员和船长会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包括停在他们几公里范围之内的船都会受到波及。那么 LNG 船占全球总贸易量的 20%， 成品油占 15%， 也就是说加起来占 35%。这两类船只在波斯湾是一动不敢动，而这位李船长就是这样的船长，他装的就是液化气，所以船员是集体拒绝，他所有的船员，中国船员啊，集体拒绝。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聪明的地方。我们中国人终于摆脱了毛泽东思想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神经病状态，终于他妈不怕，不是美国就是纸老虎，终于不说这种傻逼疯话了。我操，命重要，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呢，我他妈出来开船一走2月，我老婆在家守活寡，我是为了挣钱，我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是为了让孩子过好生活，不是他妈跟美帝玩命的，我去你妈的吧！现在也没个保险，我去，我这玩意儿中了之后尸骨无存，不动啊！所以这道人为的防线比任何国家的战争威胁都有效的封锁了波斯湾。所以中国的2大国有公司，刚才我说的是几家民营企业，还有国有的呢。国有2大，一个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和招商局啊，招商局运输、招商局能源运输和中国海洋海运集团，就是这2个大的央企也有船困在这儿。而且他们是最多的。他们是什么状态呢？真实的数据是他们跟民企的船凑在一起抱团取暖，也停在那儿不敢动，保持联系。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观望放屁，这他妈叫聪明。别你妈跟伊朗那个海军舰长似的，完了在那乱闯，出了事算谁的？所以央企背后有国家信用背书，有外交保护，有损失的国家出面分摊的损失机制，但民企可不敢。所以民企现在是跟着国企混，国企的船、央企的船停在哪儿，民企船在旁边停了，大家一起等。所以央企目前收到的上面的内部指示是原地抛锚，等待战争结束啊。目前大家没办法啊。现在大家知道全在那抛锚等待呢，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还不吹牛逼了吧？哎呀，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能源命脉呀！我操，任何人都关闭不了，不是伊朗关闭啊，弟兄们，是他们保险公司关闭，你都不敢走。所以目前骗老百姓是我操无敌，我们中国的船只要挂起中国5星红旗，只要在船头站上吴京，哈哈，伊朗的军队会向我们致敬，美国人也不敢惹我们，我们就可以出去啊！扯鸡巴蛋，现在是都困在那儿了。李先生反映，我们的船现在是每6小时汇报一次位置，每天通过船东协会给外交部汇报自己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层面是在掌握实时动态的，但决策尚未下达。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在冲突爆发后数日内完成了中国公民的撤侨。那毛宁在3月3日的记者会上支持伊朗捍卫主权，同时呼吁双方回到谈判桌里。但对于波斯湾里的这些船只的船东来说，每一艘商船的等待成本都太大了。为什么？50万美元一天，但没人敢赌，战场从来不缺赌徒。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报价：50万美元一天，保你进出波斯湾。什么人这么猖狂啊？
什么人这么猖狂？中东到中国的航线 VLCC 超大型邮轮的基准运费在3月2日触及历史巅峰，每天423736美元，这是公盘。涨幅多少？涨幅94%！我操，你没听错啊！以前是6%，现在100%，涨幅94%。一天的运费已经涨到快50万美金了，42万美金了。这是公盘挂牌价，私下还要谈一个高额的保费。那么什么人说50万可以护航呢？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叫 DFC 这家公司，现在提供了护航保险方案。川普总统已于3月3日宣布，美国政府背书这个公司了。操，这就是美国啊！美国还他妈是真强大，我去，不是假强大。美国出面了，哥护着你们走，没事，看还敢弄你们，一天收50万啊！所以呢，航运李先生算账啊。一艘 VLCC 单次通行的成本可能会高达数百万美金。航运今年本来挺好的，这仗一打更涨得厉害了。邮轮呢，涨价是最猛。等等看吧，看大央企怎么办吧。所以啊，谣言流言蜚语在流传，只有中国船能过。哎呀，这吴京又来了啊！中国的互联网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只有中国船能够率先通过。伊朗说只有中国船能通过海峡，是不是啊？这2天过去多少呀？在那儿困着的中国船长说，可放屁，根本就没有啊！网上这叫谣言，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船就是正宗的中国船，我是挂中国红5星红旗的，我都不敢过海峡。为什么？万一出了事儿，妈的小核弹炸了，我如何对得起船上的兄弟？我可不想上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3月1日显示，海峡内可记录的过境船只还真有23艘，其中21艘驶离波斯湾出去了。前几天还真有人出去了，为什么？哎呀，不好意思，不是中国船，是美国船，就是美国护航出去了。所有的数据非常令人不安的是什么？记者采访这个李船长说，过海峡的船有没有被伊朗袭击啊？李船长说，过海峡的时候确实有一条被打了，就我刚才说的，是伊朗自己打的，他打错了，他不打则已啊，不打的时候大家还敢过。伊朗打错了这艘船之后，带来了新的一轮恐惧，更恐惧了。为什么？因为李船长说，这一下大家更不敢动了。为什么？因为伊朗他是乱打呀。他要是打中了是美国的船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船，我们还相信伊朗的能力，说伊朗说让中国船动，我们还敢动。现在他把自己的船打了，就是我们就不敢动了，说明伊朗完全是瞎打，乱打，炮弹不长眼。他万一打着我们怎么办？他说让我们过，他瞄着美国，他打着我们了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更不敢动了，明白了吧？所以真正的中国的实力就在这样的实战面前就可以给你答案。